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殿下做的？我昨夜收到消息，表哥当着陛下的面重提了陈州旧案，惹怒了陛下。陛下怒气之下将他软禁在了东宫。今天一早又闹出击鼓鸣冤的事情，陛下在早朝上发了很大的火，有人提出太子居心叵测，提废太子。陆泱泱的脸色煞白，果然来了。陈州旧案，太子殿下想要为那些枉死的人讨回公道，就是在同陛下作对。陛下岂能容他？我给你准备的药都已经收拾好了，你马上走，离开京城，越快越好。我知道，我会活着，一定会。哎，泱泱，表哥这么着急，我想他应该不想成婚，不想连累你。你也一起走吧，别让他不放心呢。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不能走，起码要等到他一起活下去。他突然就想明白了，为何梦中太子会死在流放途中。因为陛下从废太子那一刻开始，就从未想过让太子殿下活着。我在西南等着你，表哥说把长阳县给了你，我帮你把那里肃清，等你过去。好。陆泱泱起身走到门口，仰头看向天空，天空乌云滚滚，渐渐低沉，风雨欲来。果真如同陆泱泱所想，朝中大臣提议了数次，陛下都未同意重启陈州旧案一事。很快，对太子不利的各种传言也随之冒了出来。直到5月底，有一名太医院的医师突然自杀，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上说出太子殿下服用禁药之事，他一直帮着太子殿下暗中偷配禁药寒食散。此事一出，支持太子的人瞬间少了大半，变成了对太子的口诛笔伐。朝堂之中，废太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终于，皇帝于6月初1上朝，泪洒朝堂，直言自己没有教育好太子，要彻查太子服用禁药一事，并称未完成先皇后的遗愿，明日太子婚礼大典照常举办。阿雀，怎的瘦成这样？这东宫的人是怎么照顾你的？朕明日就叫人换了他们。是该换了，明日过后，这东宫我也住不得了。阿雀，你我父子，你还不明白爹的心意吗？若非万不得已，爹如何舍得你呀？你是朕亲手教养的，打从你出生开始，朕便将你留在承乾殿中，衣食住行都同朕一起。你第一次抬头，第一次翻身，长第一颗牙，第一次开口说话，朕批奏折召见大臣，都是将你放在心上的。旁人如何猜忌，可你也要如此质疑朕吗？你的腿伤了3年，朕比任何人都焦灼心痛，为你寻遍天下名医，但凡有一丝的希望，朕如何舍得动你太子之位呀？阿雀，朕心中只你是朕亲子，你当是知道的。朕日日心如刀绞，朕做梦都希望你能好起来，朕好将这大昭江山托付于你。可惜天不遂人愿，天不遂人愿呐！你且放心，朕已经安排好，朕叫人送你去南边，你且好好安置。即便将来朕100年，也会留一道旨意，保你余生无忧。父皇，爹，我最后再叫你一声，也当全了我们父子之情。阿雀，你非要同朕这样吗？父皇在指什么？是我的腿怎么伤的，还是母后怎么死的？又或者当年……闭嘴！你究竟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父皇说什么给我安排好了后路，当真吗？现在朝堂上下，宫里宫外，想要我命的人有多少？父皇当真不知道吗？
余生无忧。到了这个时候，父皇觉得我还会相信什么余生？反正都要死了，有些话我再不说，难不成还要憋死？好，你说，朕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个什么。朕这么些年是亏待了你什么，只当你与朕如此。若换成他人，如你这般，脑袋不知道掉了多少次，朕还不够纵容你吗？是纵容，还是心虚？父皇心知肚明，我这腿怎么伤的？是当时我仍旧还心存幻想，想着我与父皇终究是有一份父子之情。父皇即便对我不满，想要废太子，法子多的是。我也并非洁白无瑕，想找我的错处简单的很，实在不行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我千防万防都没有防过父皇您。冬至祭祀那样的大事，什么样的刺客能混进去？凭借老大老三那点子阴损的伎俩吗？没有父皇大开方便之门，您的必经之路上连只蚂蚁都爬不进去，何况刺客？朕如何可能害你？你是因为朕受的伤，朕恨不能以身代之。所以父皇，从毒箭刺进肺腑的那一刻，我便知道了究竟是谁真正的想要置我于死地。你当我是因受伤无暇顾及刺客之事，所以从不过问。其实不是，我是知道查不出结果，就算我动用所有的力量往深处挖，无非也就挖到老大或者老三背后的那些人罢了。他们有恃无恐，自有人会给他们清除障碍，收拾好后面的烂摊子，所以真相并不重要。阿雀，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皇帝下意识地开口，触及到太子的目光，就蓦地心惊。父皇又为何要这样对我呢？我很久都没有想通，直到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知道了母后是怎么死的，知道了为何当年您与母后明明间谍情深，却慢慢在深宫之中渐行渐远。我原先以为是身在帝王家，您与母后都有太多的迫不得已，再深的情愫也抵不过权势倾压之下那些不得已的妥协。我以为母后只是失望了，看着后宫妃嫔一个接一个，她还要笑脸相迎。她那样刚硬倔强的女子，怎么能忍受这些呢？可后来发现是我错了，我太小瞧了她。她那样心中有大沟壑的女子，又岂会沉溺于这些儿女情长？她从来都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可以做什么，也在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得更好。所以既然也不是因为情，为何你们之间会从恩爱夫妻到分崩决裂，誓死都不愿意见对方一面？那是因为您在怀疑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怀疑母后背叛了你，怀疑母后与仲文太子有染，怀疑我是仲文太子之子。你闭嘴，你闭嘴！父皇在害怕什么呀？不敢听了吗？如果偏要说呢，不如父皇现在就废了我，或者干脆杀了我，何必多此一举，等着朝堂审判呢？自始至终决定我命运的不是父皇您吗？你胡说，你胡说，你够了吗？你够了吗？你在刺激朕，你在逼朕，你在逼着朕在大婚之前废了你，你就不用连累那个小丫头陪你一起面对。阿雀，你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你对你偏爱的东西护得太紧，不过一个小丫头也值当你如此费心，宁愿逼朕杀了你，都不肯成婚拖累她。你冤枉了母后，其实你自己心里也知道，可你过不去你心里那道坎儿，或者说是过不去仲文太子那道魔障。母后那样的人，母后那样的性格，她从来不屑于做那样的事情。母后喜欢谁，从来都坦坦荡荡，不喜欢也一样坦坦荡荡。她跟仲文太子定过亲，但他们并无男女之情，这件事你明明知道，
但你还是在得知他在大婚之前潜入北岩参与过营救仲文太子的事情之后，就在心里生了魔障。可是父皇，你到底是恨他有可能背叛你，还是恨他参与到了营救仲文太子一事当中？不，你不了解他，他想做的事情，他不会在意那些小节，什么婚约根本就约束不了他。他去见了宗怀，他为什么要去见宗怀？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敢说他没有爱过宗怀吗？你知道什么？要是不爱，他为什么要在我们大婚之前去千里迢迢的见他？他明明已经答应了嫁给我，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你告诉我，你告诉朕啊！父皇当真想知道吗？别以为朕不会杀你。父皇，你看看我这双腿，站都站不起来，连跪地求饶都不能。你便是杀了我，我有还手之力吗？我只是想告诉父皇真相罢了，只是希望父皇听过之后还能安眠。你到底想说什么？母后当年参与到暗中营救仲文太子一事当中，那父皇知道那场营救是谁策划的吗？是华国夫人文仁景。不可能，她已经死了，她明明已经死了。华国夫人那样聪明的女子，仲文太子北上以后，您当她还会坐以待毙吗？您派去杀她的人，她当真会没有防备吗？她与仲文太子心意相通，早已海誓山盟，许下江山之约，日后共掌天下。仲文太子爱重她至此，您觉得他会怎么做？你骗朕对吧？阿雀，你不能这样，朕是你父皇，你为何要这样对朕？父皇觉得儿臣此时还有骗你的必要吗？皇帝蓦地慌乱起来。文仁景那样的女子，若是还活着，那必将是他此生的心腹大患。若不能将她斩草除根，保不准哪一日就会天崩地裂，后果不堪设想。阿雀，你告诉朕他在哪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在哪儿？父皇别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您难道就不想知道当年文仁景出手为何没能将仲文太子救走吗？皇帝顿了一下，忽然沉默下来。看来您知道就算有机会逃走，仲文太子也不会逃，因为他若逃了，大昭与北燕的和谈就会彻底作废，两国之间的平衡也无法维持，继续交战下去，受苦的始终都是两国百姓。你闭嘴！你闭嘴！你是我儿子，你为何要像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不光是您的儿子，我还是母后的儿子，我身上流着宗家皇室的血。宗家皇室能出仲文太子那样的人物，为何不能有我这样的呢？可我终究不是仲文太子，我与他相比还是差了许多。听闻仲文太子性情温和，仁德宽厚，要说像您说老三这些年学了几分精髓啊？看来你始终都知道我从来都是您的儿子。您之所以怀疑母后，只是放不下仲文太子。你日夜不能寐，担心他活着回来，担心天下人拥护正统，被他夺走地位。朕没有，朕的地位堂堂正正，朕怕什么？他回来又如何？朕无愧。既然无愧，容妃是怎么死的？当年您跟容妃吵架的时候，我恰好躲在壁橱里，他问你是不是因为他告诉了你他哥哥想要北伐迎回仲文太子，你才会对容家动手。您还记得您怎么回答的吗？您说是，才将他逼死的。你闭嘴！你闭嘴！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还有一事，文仁景跟仲文太子育有一子，与我同岁。您杀了我也好，废了我也好，有朝一日他回来，亦是皇家正统。你说谎！你在说谎！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你以为真是3岁小儿吗？阿雀，我们父子一场，就算你恨朕怨朕，但你不能像你母后那样惩罚朕。假的，都是假的，对不对？父皇觉得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必要说谎吗？好得很，你跟你母后都好得很。仲文太子之子，那又怎样？你告诉朕，那又怎样啊？朕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等着他们来。朕倒要看看，这江山是朕的，谁夺得走？这江山若真的稳固，便不会有当年北燕铁骑踏平北地，兵至顺河，只差一步就亡国了。父皇皇位坐得久了，连何为江山都看不清了吗？你所不信的一切，总有一日会告诉你答案。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谁坐在这个地位上，而是坐在这个地位上的人做了什么。儿臣乏了，父皇若是没什么事，可以出去，请恕儿臣残废一个，无法相送。皇帝手握着重霄剑，目光复杂地看着太子。他的儿子，他一手教养出来的儿子，可为什么他们父子会走到今日呢？皇帝想不明白。他最后看了一眼太子，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父子之间的情分，真情也好，假意也罢，都彻底的消散了。成婚这件事吓到你了吗？这个吓是没有吓到，但确实有点意外。但是我想，要是殿下您的话，我还是有点期待的。为何？因为能离殿下近一点啊。太子垂眸看着他认真的模样，心中蓦地软了下来。情不知何所起。咸阳，你可知道废太子之后，你我下场会如何？自古以来，废太子就没有几个好下场，我也不会例外。若我尚且有行动自由，或许还能保住一命，但如今约莫是没什么机会了。我们相识一场，我不想最终还拖累你，杀了我，你就自由了。殿下，你在说什么？听我说，父皇没打算让我活，也不会放过你。进了东宫，你的生死自现在起便由不得你了。你唯一的机会就是现在，假装刺杀我，我会安排人带你走。父皇不会让这样的事情闹出去，所以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让人追杀你。他对你的行为疑惑的时间越久，你就越安全。那你呢？废太子没那么快，起码还有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不会直接杀了我，应该是会流放。若我重伤在身，8成是扛不过流放的路。到时候一切顺理成章，他就不会再追究你。你离开京城，去西南，不要去西北找阿瑶。阿瑶那里现在满是他的耳目，不安全。陆泱泱听懂了，他在给他安排后路，他在同他交代遗言。片刻之后，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这几年我翻遍医书典籍，同师父讨论过无数次，其实有一个办法能让殿下站起来，但是那个法子会损害寿数，并且即便殿下能站起来，日后依旧不能骑马射猎，不能奔跑快走，且每走一步如同踩在钢针之上，痛到钻心。遇到阴冷潮湿的天气，这种痛觉会放大无数倍，如同毒入骨髓，生不如死。我一直不愿同殿下说，因为我舍不得殿下这样好的人受这样的罪，吃这样的苦。我想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应该能找出更好的法子。我应该能让殿下如同从前一样彻彻底底地站起来，能够治好殿下的腿，是我毕生所求。殿下，我初来京城时一无所有，也无人能为我撑腰，无论是什么苏家公子，还是六公主和武殿下他们，随便一个人一句话都能置我于死地，我连自辩清白的机会都没有。
若没有殿下站出来帮我，也没有后来我与殿下相识。我被圣国公为难，也是殿下请来为我主持公道。那些于殿下都是小事，但于我而言，却是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我曾经想过无数次，要是我没有自幼得到机缘学医，没有在濒临死境之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那我在乡下待了10几年，回到国公府会怎样？我应该会很嫉妒盛云珠，应该会不明白，也不理解我的亲生父母为何不爱我，为何不会给我一点点偏心。我会在那样的情绪里日复一日，变得面目全非。到时候没有一个人会喜欢我，只会觉得我恶毒不可理喻。不会，只要是你，只要本性未变，无论你做任何事，好事也好，坏事也好，终究会有人看到你的本性，为你主持公道，给你应得的公平，哪怕迟一点，哪怕你并不知道，但一定会有那样的人会记着你。若殿下知道了我的事，知道了我的遭遇，定会为我主持公道，定会给我一份公平。所以我也愿意走到殿下身边，与殿下风雨同舟。废太子算什么？京城算什么？流放又算什么？我同殿下一起杀回来。这世间只要活着，没有地方去不得。太子看着世界一寸寸的模糊，唯有他那双眼睛熠熠生辉，让他动了心，失了神。殿下敢试一试吗？好。他并非畏惧生死，他只是深知自己如今的处境变数太多太多，稍有差池就会连累着他一起粉身碎骨。太子乃朕之爱子，自幼捧在掌心，悉心教导。太子今日之过，实乃朕之过也。然律法不可废，太子知法犯法，德行有亏，不堪其位，今废其太子之位。陛下，陛下，太子自出生起即为储君，如今20余载。3岁启蒙，5岁即入朝听政，10岁首次提出税制改革，12岁上战场，以少胜多，击溃敌军数万。13岁剿灭西南3州匪患，14岁整顿税制，开放沿海边贸，改革商贸。近3年，他招国税从不足1000万两白银，增至每年5000万两白银。百姓税收3次共减免2/3，各州县人口在这几年之间分别增长1到3成。永兴20年冬日祭，太子为救陛下致双腿残疾，此后又督办清廉4大案，西北天花案，开展西北护市，桩桩件件。太子上对得起天地君亲，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有如此储君，实乃社稷之福。太子有过，理当责罚，然太子之功德无愧日月，臣死谏太子不可废。话音落，蓝太傅一头撞向乾元殿的红柱。太傅大人，陛下，太傅以子明鉴，望陛下三思啊！不可轻易废太子啊，陛下！陛下，太子之位关乎国本，陛下三思啊！皇帝的眉眼冷沉下来。这时，大殿之外传来动静，陆泱泱持刀架着武殿下进了大殿，一眼就瞧见了撞倒在红柱之前的蓝太傅。外公，父皇，你要为儿臣做主啊！儿臣路过东宫，碰到皇兄强行出宫，被贺统领阻拦，儿臣索贺统领所托，本想劝皇兄2句的，不是，谁知道太子妃陆氏竟然拿刀挟持儿臣，扬言要让儿臣人头落地啊！父皇，太子妃如此嚣张跋扈，
请父皇为儿臣做主。启禀陛下，臣办事不力，请陛下责罚。臣奉命负责看守太子殿下，然太子殿下执意出宫，太子妃为此拿武殿下的性命作为要挟，臣实在难以阻拦。永兴20年冬至，孤随驾东击，遭遇刺客，身中毒箭，双腿压于巨石之下，九死一生。父皇为孤宴请天下名医，然最终结果是孤双腿残疾，无治愈的可能，治疗之过程艰辛，难以赘述。孤因意外服食禁药，有违大诏律例，此乃事实，孤无可辩驳。此其一。其二，大诏祖训有言，身体残缺者不可为储君。孤既身为储君，理当为天下百姓负责。如今既双腿残疾，不良于行，亦不敢居于储君之位。此二之罪过，皆孤一人之过。父皇与诸臣可认啊。乾元殿内依旧鸦雀无声。太子为储君至今，除去这2件事并无罪过，禁药之事可大可小，身体残疾之事论起来又实非太子之过。既然父皇与诸臣皆认同孤所言，孤认罪，亦认同废太子一事，只恳请父皇切勿牵连除孤之外的任何人。兰太傅乃孤之恩师，以死鉴保孤之清明，其一生清廉，专研学术，无愧君恩，请父皇恩准其携家眷告老还乡，安度晚年。皇帝胸口憋着一股火气，恨不能将兰太傅给千刀万剐。准。这个准字一出，至此废太子之事总算是尘埃落定。宣旨，皇太子宗悫德行有亏，不堪为储君，今废其太子之位，流放豫州，无诏，终生不得还京。年其双腿残疾，不良于行，特恩准水陆南下，准废太子妃陆氏一人随行，即刻启程，不得有误。皇帝目光冷凝地看着太子，不，已经是废太子了。废太子宗悫迎着他的目光，唇角轻轻地牵起。退朝！母亲，你救救我吧！父亲他们要将我嫁到郑国公府去，要将我嫁给表哥那个不能人道的废物。母亲，我已经没有活路了，你救救我吧！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可我们相处10几年，父亲真的对我一点怜悯和情谊都没有吗？盛允珠磕得眉心红肿，脸上都是泪，一侧的脸上还残留着伤痕，一副被虐待狠了的模样。这姑娘看着也太可怜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有当父母的如此对待女儿啊？可能因为不是亲生的吧，这姑娘也是倒霉，碰上这么一家人。哎，我怎么瞧着好似有些熟悉呢？那不是兰家的马车吗？兰家，太子太傅的兰家。听闻今日静鸾殿上，太子太傅为阻止陛下废太子，不惜死谏，实乃读书人的表率啊！既是这样的兰家，又怎么做出这等欺辱养女之事啊？盛姑娘真是找错人了，我们家夫人早已同盛国公府没有关系了，更不是你的母亲。盛姑娘若是对自己的婚事不满意，大可以去跟盛国公府掰扯，跑来拦着我们夫人的马车，算是怎么回事？母亲，我叫了您10几年的母亲，求您可怜可怜我吧，求您给我一条生路，我真的不想嫁到郑家去，母亲，母亲。哎呀，不管怎么样，到底是养了10几年的，怎么能这么做呢？即便不想养了，给点银子打发了便是，哪能把人给推入火坑呢？就是，再如何厌恶一个女子，那也不该用这样的法子吧。这兰夫人也是够铁石心肠的，都这样求她了，她都不肯露面。你为何会嫁给郑家公子？自己心里不清楚吗？盛世一早就交代了，是你给他的药，是你心狠手辣，想要设计陷害自家姐妹嫁给一个无能之人。怎么，你设计别人的时候一点不心虚？现在轮到你自己
你在这里哭喊着卖惨来了？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且不说我早已离开了盛家，盛家的事同我已经没有关系。即便是我还在盛家，我也绝不可能纵容你这样陷害手足之人。哟，合着原来是贼喊捉贼呀？母亲就真的不肯帮我吗？盛云珠仰头，满眼怨恨地看着兰音。为什么就是不能给他一点怜悯呢？他只是想要一条活路。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为什么都这么逼他？小五，来人呐！快叫大夫！快叫大夫呀！快去仁心堂请大夫过来，一定要快！小五，你别瞎娘，你醒醒呀！小五，劳烦诸位帮忙报个官，胆敢当街伤人，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盛云珠惊慌地爬起来，想要跑，可是被人堵住了去路。他不由得越发惊慌，怎么办呢？都堵在这里做什么呢？啊，挡路了，知不知道？五殿下救命啊！五殿下皱起眉头，这是盛云珠。再看一眼倒在兰音怀里半身都是血的盛君夜，饶是五殿下脑子还有点懵，他也知道这事儿不简单。他第一反应就是千万别管，但是看到盛云珠跟兰音的时候，他又想到了陆泱泱。虽然陆泱泱是被流放了，但是他那口气可还没出呢。这是怎么了？五殿下，求你看在三殿下的份上，救救我吧！申国公府要将我嫁给郑子谦那个废物，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求母亲帮忙，她为了陆泱泱，无论如何也不肯帮我。我一时失手，不小心伤了小五，殿下救救我！殿下救救我呀！盛云珠哭得好不凄惨可怜，周围的人面面相觑，甚至有些生气。明明是盛云珠求人不成，竟然动了刀子，怎么就成了不小心失手？你别怕，今天有我跟五殿下在，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谢谢陈公子，陈公子真的是个好人。你们怎么能这样？明明是盛云珠求情不成，恶意伤人，你们怎么能连这样的人都维护呢？臭婆子，你跟谁说话呢？敢指我们殿下不要命了吗？啊！五殿下的小厮上前就踹了惠嬷嬷一脚。惠嬷嬷年纪不小，被踹了一脚，当时就站不起来了。她担心兰音和盛君夜，费力的想要爬过来护住他们。你们想干什么？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已经报了官了，是非曲直自有官府论断。残夫人，太子，不，翠太子已经倒了。哼，你们兰家如今也没有官身，要被驱逐出京了。你要是没离开盛国公府，你还是个国公夫人，可你都自请下堂了。哼，如今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下堂妇。哼，怎么还想跟谁逞威风呢？哎呀，我听说这兰夫人当年可是京城第一美人儿，没想到这一把年纪了，还如此的娇媚可人。兰夫人，不如你跟了小爷我，给小爷我做个外室，小爷我日后也不会亏待你的，如何呀？啊！就在这时，仿佛凌空伸出了一只手，毫无征兆地落在了那位公子的脖子上。盛君夜，结巴了半天，没能把话给说完整。君夜，吴三他嘴贱，给他点教训就成了。大家都是朋友，别把事情闹大了。殿下既然知道他嘴贱，为何还要放这种疯狗出门呢？他下手又快又狠又干脆，根本就没有半点废话，直接将周围的人都给吓傻了。那个君夜，今天这事情真的跟本殿下没关系，本殿下就是路过。倒是你们家这个假千金有点太过分了，他拦路冲着兰夫人求救不成，竟然敢动手伤人。这你们的家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吧，本殿下还有事就不奉陪了。
咱们改日再聚啊！话音落，急忙给了程千钧一个眼神，示意他快走。二哥，我错了，二哥，我求求你，我喜欢下药，可以，我成全你。放心，我这药效不算强，比不得你眼路子。你跟郑家的亲事既然已经定了，就别闹了，我这就叫人送你过去。他声音很低，旁人只看到他说了话，却没听清楚他说了什么。只有盛云珠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在郑家老实待着，不然下次可就不是郑家，而是你最憎恶的乡野之地了。不知道那里的花楼接待的什么客人，能不能满足你？去，把他送到郑家，让郑家人好好伺候着。小厮立即应声，伸手拖住了盛云珠，将他给拖了起来。盛云珠绝望地看向周围的人，得尽快将刀子拔出来，处理好伤口，不然恐会有性命之忧啊！你看着母亲，我送小五去医馆。我跟你一起去。母亲若是为了小五好，就回去吧，离开京城，别再回来了。夫人，我们听二公子的，快先回去吧。蓝衣双目空洞地点了点头，在惠嬷嬷的搀扶下上了马车。你们去哪儿？宫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有心思到处跑？父亲，宫中发生了许多事，我们家就没事吗？外祖父撞柱死谏，生死未卜，母亲遭遇连番打击，你想过她日后该如何吗？父亲，这些年来我一直听你的吩咐办事，大哥在外建功立业，我缩在角落里替你处理所有琐碎的杂事，是因为我也想像你说的那样守住盛国公府。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大局，一些牺牲是在所难免。可结果呢？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家还是家吗？混账！你在说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不想干了。父亲，你应该了解我，我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责任心的人，只是有时我忍不了你们眼里都只有大哥，都只夸大哥做得好，我不甘心。我想我也可以做点什么，我起码要比他更有用才行。所以我就听你的。这么些年，当你手里的一把刀，什么脏事烂事我都做，因为我觉得大哥那么正直的人，这辈子也做不到那种事情。那是不是我也不算比他差？起码我也在拼尽全力守住盛家，你说是不是？可现在盛家还剩什么？要是父亲仍旧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格外有意义的话，那您继续，我不奉陪了。你什么意思？盛家养你这么大，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你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不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吗？是啊，理所当然。所以大哥明明读书好，却理所当然地放弃了自己原本喜欢的，弃文从武，去西北建功立业。而我呢？我自幼有习武的天赋，却要按部就班地在学堂里装模作样的读书，因为你怕陛下猜忌，所以让我整天跟一群纨绔混在一起，文不成武不就地演出来给所有人看，这也理所当然。陆泱泱回来的时候，你在打算什么呢？你一早就知道他跟太子有婚约的事情，你想控制住他，是因为你也不能赌太子最终是不是会被废掉。如果太子没有被废，到时候陛下提出这场婚约，你只要控制住陆泱泱，要是他能生下个儿子，到时候皇太孙继位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也不能放弃盛云珠，因为你觉得盛云珠能帮你把握住三殿下。小五年纪小，帮不上什么忙，暂时也没什么用，你就索性忽视到不会多看他一眼。包括你那些庶子庶女，若没有一点过人之处，你怕是连他们多大岁数都不记得。这些全都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为了这个家付出，这就是你一直以来坚持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可家在哪儿呢？你还有家吗？妻离子散，盛国公府里一团糟，我也很想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得到了什么。盛居易，多可悲啊！
这就是他这些年得到的。父亲好自为之。盛军一转身离开，走到书房外面的时候，他的脚步顿了一下，唇角轻扯，忽得格外轻松。洋洋，要是我们分开了，你记住，先去豫州，如果等不到我，就绕道去长阳县，若是我还是没去，你就去北地陈州等我，就是荣家军全军覆灭的那个陈州，我一定会在那里等你。好。路途遥远，要辛苦你了。殿下，你到底……话音未落，突然感觉到船身微微的晃动，似乎整个水面都在震动。等出了船舱才发现，刺客远比禁军要多得多。而让他不可思议的是，身为刑部侍郎的冯素竟然已经被禁军劫持，而原本应该护着他们的禁军，实际上竟然是同刺客一伙的。殿下，咱们明人不说暗话，那个人在哪里？你只要交代了，臣就能安然送你到豫州。若是不交代，那今日咱们的船只遇上水匪，殿下不幸身亡，殿下明白的吧？好啊，原来你们带这么多人，根本不是为了护送我们，而是为了找地方灭口。你反应过来太迟了，倒是殿下应该一早就知道了吧？贺统领，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你若不交代，今日必死无疑。贺统，你这个乱臣贼子，你胆敢谋杀皇子，你不怕诛九族吗？冯侍郎，你觉得我今日敢动手，真会有人诛我九族吗？你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废太子既然不肯配合，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冯素瞪大眼睛，身形僵硬。贺统领是禁军统领之一，是陛下的心腹。乱臣贼子，你们这些乱臣贼子！冯侍郎还是省省力气吧，一会儿就轮到你了。殿下，贺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出那个人的下落，我们就继续往豫州去。否则，就你们这些人，殿下觉得能挡住几时？听闻殿下当年也是文武双全，只可惜了，殿下如今是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残废。殿下就算不为自己想想，也为自己的皇妃考虑考虑吧。听说今年才刚及笄，大好年华，就要给殿下您这个废人陪葬，您就不觉得可惜吗？闭上你的臭嘴！姑奶奶我的事，轮不到你这种狗杂碎插嘴。既然敬酒不吃罚酒，那就去死吧！一起上，耗死他们！陆泱泱眼看着形势不好，急忙护在了宗悫跟前。可任凭他力气再大，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一个不慎，他的肩膀就被一支羽箭穿过。洋洋，听着，林县令是我的人，我让他去青州，是去找一个人，就是陪伴你多年的姑姑。她叫荣心，是当年荣国公的妹妹。她在宫中自焚之时，母后设法保住了她的性命，将她送去了青州。我已经安排人将她接走，送去了长阳县，你记得去找她。只有她能联络荣家军救我，重启陈州案。